保温杯太深了，手伸不进去，怎么去清洗？教你一招，不需要刷洗，1分钟就能够清洗干净的方法，省时省力，和新买的一样。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保温杯。说到保温杯，大家不陌生，到了冬季，很多人喝水都喜欢用保温杯，特别是室外的工作者，用保温杯里面装水，可以喝1天，水还是比较热的。还有很多人喜欢用保温杯里面去泡杯茶，保温杯里面会有很多的茶渍，比较难清洗。今天分享一招，杯子不用洗也能够干净如新的方法。往杯子里面倒一点白醋，白醋具有软化的作用，能够去除藏污纳垢。再来一点小苏打，小苏打是天然的清洁剂，可以用来蒸馒头，清洗保温杯比较放心。最后来一点大米，大米大家都会吃的，家中都会常备大米。接着盖上盖子，我们开始摇晃，摇晃均匀。如果是白醋比较少的话，可以来一点温水。我们继续摇晃摇晃，白醋能够更好的软化杯子里的污垢，小苏打能够清洁，加入了大米，增加了摩擦力。让我们在摇晃杯子的同时，杯子的内壁污渍、茶渍、水垢轻松的能够刷洗下来。杯子里面会有茶垢比较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多摇晃一会儿，就能够轻松的把杯子的内壁的茶垢清除干净的。接着再把杯子放到流动的清水下面再来冲洗。清洗好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杯子的里面特别的干净，没有任何的脏东西，对不对？杯子瞬间焕然一新，就像刚买回来的一样。太棒了吧，这个清洗的方法，不需要用任何的东西也能够把杯子清洗干净的方法。我们也可以准备一点鸡蛋壳，每次吃完鸡蛋壳的时候不要丢它，可以收集起来备用。鸡蛋壳放到我们的保温杯里面，接着盖上盖子，像这样摇晃摇晃就好。鸡蛋壳要是碎的哟，整颗的话清洗的不干净的。我们鸡蛋壳会与我们的玻璃杯里面的内壁发生了反应，可以提高了清洁的效果。可以来一点温水，像这个样子，大约杯子的2/3。温水能够帮助我们的鸡蛋壳中的有效成分更好的发挥作用。像这样大约摇放了1分钟。因为我们的鸡蛋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，它遇到了温水之后会分解出来一种物质，能够有效的去除杯子底部和内壁的一些水垢。大约摇晃1分钟的时间，打开盖子，里面会有很多的气泡，这是因为鸡蛋壳中的碳酸钙与水中的物质发生了化学的反应，生成了可溶性的物质的。这时把鸡蛋壳倒出来，接着再把我们的玻璃杯、保温杯清洗得干干净净。你会发现了，用这个方法清理的保温杯就像刚买回来的一样，特别的干净又整洁，很新很新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比较放心，我们使用着更安全。我们这样洗过的保温杯，水垢一点都没有，杯子的内壁也是干净的，而且不需要伸手去洗我们的杯子。这个方法也是比较实用的哟，很干净很干净，对不对？平常我们除了把我们的杯子内壁清洗干净之外，我们的杯子的口也需要清洁的，这个地方不能忽视，因为我们每次喝水都是直接对着这个杯子喝的，这个杯子会残留一些的口红印或者口水之类的，如果不经常清洗，清理不干净的话，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的，使它变得滑润。清洁了杯口，就能够用上一点牙膏或者是牙刷之类的，挤上牙膏在杯口的位置，拿一把旧牙刷，像这样打湿，蘸取了牙膏来刷洗就可以。牙膏我们都熟悉，对不对？它有着非常不错的清洁效果的，是我们用来刷牙的，
用来刷杯口的，也不需要担心残留的问题的。那么牙刷，它上面有很多的刷毛，清洁的效果也比较好，特别对于一些细小的细缝，它也能够清洁到的。像这个样子，整个的杯子口都需要刷洗干净，再用清水把我们的整个杯子刷干净就好。这个时候的我们的保温杯就能够彻底的清洗干净。以后用保温杯，我们更加的放心。试这个方法清洗杯子吧，真的是既干净又整洁。我们平时买保温杯的时候，你知道买哪种保温杯比较好吗？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点的。201的不锈钢保温杯，这样的材质不锈钢的保温杯并不是食品级的，用它做保温杯的价格比较便宜，对吗？它里面的锰含量比较高，而且会有什么问题？如果这样的时候，保温杯里面装了酸性的饮料，像橙汁、柠檬汁，会加速了锰元素的析出的。我们人体虽然需要一点锰元素，但是过量摄入会对人体产生一些的不良的影响，比方说精神的萎靡、行动的缓慢，甚至记忆力的衰退。304的不锈钢，这是食品级不锈钢里的材质之一，它里面有18%的铬和8%的一些东西，落在钢表面，形成了致密的氧化铬。这层膜能够有效的隔离与外界的腐蚀界的一些接触，保护钢不被软化，进入步了一些的这层稳定性，提高了钢的耐磨腐蚀性。但是尽管了304不锈钢具有很高的腐蚀性的，但是在遇到了含氯离子的盐溶液的时候，可能会被腐蚀，因为是氯离子破坏了不锈钢表面的一些钢化，所以呢，这样的会腐蚀加快。366了不锈钢，这个材质是在304的不锈钢的基础上面，又加了金属项，在医疗、化工这些对材质要求比较高的地方，经常可以看到它的影子。这一改变就显著了提高了保温杯的性能。在保温杯里面，304、316不锈钢的内胆一般都是比较高端的产品，价格会高一些，毕竟成本在那里摆着，对不对？保温杯的密封盖到底是 PP 的好还是轻奢的好？具有无毒无味的特性。PP 的材料化学稳定性比较好的，除了对强一些的化学剂，与很多的数字化的药品不发生了反应的作用，这也让 PP 材料不易被腐蚀掉，能够长时间的耐热性也不错。它能够在100度以上的温度下使用，这样的耐性保证了 PP 的密封高盖在高温下比较稳定，不容易变形的，确保了密封的效果。不仅如此， PP 的热导率也比较低的，这使得 PP 的材料具有良好的绝热的保温性能，所以 PP 密封能够有效的减少热量的流失的，提高了保温杯的高温的效果。实在不知道怎么去购买，可以选择有比较品牌的一些保温杯，这样用着比较踏实。今天分享了2种的清洗保温杯的方法，不需要手伸进去清洗就可以啦，方法比较简单实用的。朋友们都学会了没有？可以试试以上的方法哟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